如果你在看电影的时候踩到了软绵绵的东西，请立刻提高警惕，因为你可能遇到变态了。荧幕中的电影忽明忽暗，手中的可乐杯已经被我捏得有些变形，并不是电影中的情节让我如此紧张，而是那个让我恶心又忌惮的男人又出现了。第一次遇见他是我刚进商场的时候，他看到年轻的女生就会主动凑过去对着她们鬼笑，表情属实让人厌恶，女生见到都会躲开，我也急忙低着头装作没看到，一直到电影院休息区的椅子上，我才稍微的放下心来。可当我抬起头四处张望时，那个男人居然也出现在了电影院。他突然转头看向我，诡异的笑容像是发现了我正在看他。我赶紧转移视线，低头玩手机，可我的余光却能感觉到他正在向我的方向走来。我的心跳咚咚作响，直到他绕过我才松了一口气。我的长相普通，着装也很平常，更别说身高也不出众，扔到人堆里根本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。仔细想想，应该是我想多了。电影放映期间，我一直心神不宁，那个男人应该已经不在电影院了吧？可能是刚刚精神太过紧张，也有可能是放映厅的温度比较舒适，我竟在座椅上睡着了。等我再醒来，电影已经放了一半，我伸了伸懒腰，突然意识到脚下的地毯踩起来软软的，还挺舒服。我心里有些好奇地毯的材质，直到我低下头往下看去时，这才发现我脚底下踩着的竟然是一双血红的手掌。我冷汗直流，顺着手的方向抬头看去，那名诡异的男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坐在了我座椅的前面，双手通过前排座椅的缝隙放在我的脚下。我十分害怕，但感到更多的是恶心。我不清楚他到底要做什么。我急忙将脚抬起，男人似乎觉察到了异常，慢慢的把手收了回去。可没过一会儿，他把手又伸了过来，并且还摩挲着我的鞋面。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这么做的，但我的内心特别的煎熬。我是一个人来看电影的，身边没有朋友，平时我的社交也比较少，就是活脱脱一个 I 人。但我也不敢求助旁人，难道跟他们说我被骚扰了吗？会不会让大家觉得我太自负了？然而我更害怕的是被周围人围观的目光。我怯懦地低下了头，眼泪默不作声地顺着我的脸颊流了下来。好在旁边的小姐姐似乎看出了我的不对劲，她便凑近我问了下情况。我犹豫了半晌，小声跟她窃语着。她听完后直接起身呵斥起了这个男人。口语之间，大家慢慢地把目光集中在了男人的身上，甚至有的男士听后直接站起了身。见此情景，前座诡异的男人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了。在大家挺身而出的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自己没有那么不堪，而真正难堪的是那个恶心的男人。所以下次再受到骚扰，我一定不会像这次默不作声，只有我大胆地说出来，才能避免这样的事再次发生。我居然被绑架了！手脚传来的疼痛感让我突然清醒了过来，我发现自己正身处于一个陌生的房间，又臭又脏，斑驳泛黄的墙面上有许多暗红色的血迹。我吞了吞口水，下意识地想要站起来逃跑，却发现我的手脚都被绳子死死地捆住，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一片卫生巾。哎呦喂，快看看这个小瞎子，大姨妈来了！要不要我帮帮你？其中一个男人不怀好意，满脸狞笑地去扯盲女的裙子，盲女无助极了，不停地闪躲，因为身体的缺陷，好几次差点跌倒，嘴上不停地哀求着：“别碰我，别碰我！”这一幕让我怒火中烧，冲过去打掉了男人，拉着盲女的手，站在了盲女身前。你们干什么？光天化日欺负一个小姑娘，还要不要脸？听到我的声音，盲女摸索着握住了我的胳膊，手心中全是冷汗。看着她惊慌失措的样子，我心生怜悯，恶狠狠地盯着那两个恶心的男人。你们再不走，我就报警了！我举起了手中的手机，两人不服气的冷哼一声，随即便转头离开了。姐姐，你能带我去卫生间换个卫生巾吗？我没带。盲女似乎意识到了自己已经安全，带着哭腔说道：“别怕，我带你去。”我扶着盲女向卫生间走去，盲女紧紧拽着我的手，生怕我会反悔一般。姐姐，你真是个好人。走进卫生间，我赶忙把包里的备用卫生巾递给了她。还愣着做什么？赶紧去换了。可是下一秒，盲女突然摘掉了眼镜，一脸诡异地瞪着眼睛看着我，眼里充满了戏谑和鄙夷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下意识地想转身逃跑，可刚走到门口，一条麻袋从天而降，紧接着我便失去了意识。我咽了口口水，惊慌地看向了四周，却发现周围还聚着好几个人，他们全都被绑着，表情漠然又带着些许绝望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男人朝我走了过来，我拼命地冲他喊道：“你知不知道囚禁是犯法的？赶紧把我放了！”男人怪异地看了我一眼，抬手就是一耳光。抓回来的这些人属你最聒噪，一会儿就割了你的舌头。他的话音刚落，周围传来了一阵细微的惊呼，还有低气声。我被打得头晕目眩，心里怕得要死，不敢再和他硬碰硬，只能放低姿态祈求说：“放过我吧，求求你了！”闭嘴！男人再次扬起了胳膊，我认怂地闭紧了嘴巴。男人见我瑟瑟发抖，
狠狠地啐了一口，扬长而去。走了几步，他猛地停下来，对着房间里的人发狠：别耍花花肠子啊，要不然有你们好看！房间里的人满脸惊恐，身体下意识地往后挪，仿佛面对的不是人，而是魔鬼。男人离开后，我紧紧抱着自己哭泣着。唉，旁边传来了一声叹息。进来了这个地方，就别再想着出去了。我抬眼望去，一个满脸灰色的中年女人压低声音说：你们都是被拐来的吗？大家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。我也是因为好心帮孕妇拎东西，结果被骗了。中年女人愤愤不平：有个大爷跌倒了，我好心扶了一把，结果被他子女碰瓷儿，非得要去医院。我刚上车就被打晕了。我吓得脸色煞白，牙齿不停地打颤。他们要把我们送去哪里？年轻一点的送去缅甸诈骗，上了年纪的打断手脚，割了舌头，做乞丐行骗。中年女人的话让我头皮一阵阵发麻，这个鬼地方太恐怖了，不行，我一定要离开。我们得逃出去，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。我颤抖着说完，便挣扎着站了起来，费力挪到了门边，用力地压下了门把手，可是门怎么也打不开。你想出去吗？一道戏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我吓得愣在了原地，余光瞟向了身侧，只见一个男人面目狰狞地看着我，咚的一声，我被他重重地摔在了墙角。既然你这么不听话，那下一个就是你了。我眼神恍惚，突然感觉头皮一麻，他拽着我的头发便往外走去，我满脸泪水不停地小声求饶。一阵砸门声传了过来，我感觉到头皮一松，随即倒在了地上。恍惚间，我看到了一群人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不许动！举起手来！善良是美好的品质，但不是坏人伤害你的帮凶。你可以善良，但要带着锋芒。如果你在看电影的时候踩到了软绵绵的东西，请立刻提高警惕，因为你可能遇到变态了。荧幕中的电影忽明忽暗，手中的可乐杯已经被我捏得有些变形。并不是电影中的情节让我如此紧张，而是那个让我恶心又忌惮的男人又出现了。第一次遇见他是我刚进商场的时候，他看到年轻的女生就会主动凑过去对着她们鬼笑，表情属实让人厌恶。女生见到都会躲开，我也急忙低着头装作没看到，一直到电影院休息区的椅子上，我才稍微的放下心来。可当我抬起头四处张望时，那个男人居然也出现在了电影院。他突然转头看向我，诡异的笑容像是发现了我正在看他。我赶紧转移视线，低头玩手机，可我的余光却能感觉到他正在向我的方向走来。我的心跳咚咚作响，直到他绕过我才松了一口气。我的长相普通，着装也很平常，更别说身高也不出众，扔到人堆里根本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。仔细想想，应该是我想多了。电影放映期间，我一直心神不宁，那个男人应该已经不在电影院了吧？可能是刚刚精神太过紧张，也有可能是放映厅的温度比较舒适，我竟在座椅上睡着了。等我再醒来，电影已经放了一半，我伸了伸懒腰，突然意识到脚下的地毯踩起来软软的，还挺舒服。我心里有些好奇地毯的材质，直到我低下头往下看去时，这才发现我脚底下踩着的竟然是一双血红的手掌。我冷汗直流，顺着手的方向抬头看去，那名诡异的男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坐在了我座椅的前面，双手通过前排座椅的缝隙放在我的脚下。我十分害怕，但感到更多的是恶心。我不清楚他到底要做什么。我急忙将脚抬起，男人似乎觉察到了异常，慢慢的把手收了回去。可没过一会儿，他把手又伸了过来，并且还摩挲着我的鞋面。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这么做的，但我的内心特别的煎熬。我是一个人来看电影的，身边没有朋友，平时我的社交也比较少，就是活脱脱一个 i 人。但我也不敢求助旁人，难道跟他们说我被骚扰了吗？会不会让大家觉得我太自负了？然而我更害怕的是被周围人围观的目光。我怯懦地低下了头，眼泪默不作声地顺着我的脸颊流了下来。好在旁边的小姐姐似乎看出了我的不对劲，她便凑近我问了下情况。我犹豫了半晌，小声跟她窃语着。她听完后直接起身呵斥起了这个男人。口语之间，大家慢慢地把目光集中在了男人的身上，甚至有的男士听后直接站起了身。见此情景，前座诡异的男人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了。在大家挺身而出的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自己没有那么不堪，而真正难堪的是那个恶心的男人。所以下次再受到骚扰，我一定不会像这次默不作声，只有我大胆地说出来，才能避免这样的事再次发生。我穿进了门外有杀人犯的小说中提前知道3天后会有一个连环杀人犯潜入公寓，他还猖狂地给我留下纸条，表示我是他最中意的猎物。我尝试过报警或者离开这间公寓，但都失败了，似乎无形中有股力量阻止我这么做。看着眼前摇摇欲坠的大门，腐朽的木头窗户，我失落了一会儿，又很快打起精神来。在确认账户的余额充足后，我反手就给5家装修公司打去电话，准备把房间打造得固若金汤。
既然我走不出去，那杀人犯也绝对别想进来。这是一篇连续反转的悬疑小说，主人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各怀鬼胎，杀人犯虎视眈眈地在公寓里游荡，而小说在主人公发现邻居甚至过来玩的朋友都在说谎时停下，停在了最精彩也是要解密的地方。当时的我忍不住骂作者真会吊胃口，而此时此刻穿成主人公的我恨不得钻进作者的脑袋里，问他真相到底是什么。但现在想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，我不能搞定杀人犯和其他人，但我可以搞定这个安全系数非常低的房子。我直接请了5家来自各个地方的装修公司，毕竟我这个人疑心非常重，也看过很多惊悚悬疑小说，知道杀人犯很有可能会假扮成装修工人，于是我让5家装修公司相互监工。当然就算是这样，我也会亲自守在旁边，防止这5家公司的人都背着我动手脚。按照这样的方式，家里的大门、窗户、地板、天花板全部改成我要求的规格，卧室里能藏人的大衣柜，还有和地面有巨大缝隙的床铺全部扔出去，摆上张床垫，我一样可以睡。你以为这些就够了吗？当然没有，我还让人在门口安装了监控。经常看悬疑小说的朋友都知道，监控很容易被人动手脚。为了防止可能混进员工中的杀人犯用假视频糊弄我，我像找装修公司一样，找了9家安监控的公司分3批安装，6个全面隐形摄像头装在我的门口，同样是1家安装，另外2家监督。在他们安装之前，我特地扯了扯每个人的脸皮，防止有之前的装修工人混进来。毕竟这是悬疑小说经常有的套路。终于我的房门前再无死角，但你以为这样就足够安全了吗？这还远远不够，万一杀人犯尝试很多遍后，发现不能进入我的房子，气急败坏之下一把火烧了公寓怎么办？所以我另找了3家装修公司，在天花板上装上灭火装置，只要着火，立马会洒下水来。但仅凭这些是不能对抗一整栋楼的大火，所以我拨通了消防电话，公寓里易燃易爆的物品全部被清出去。我又买了5个灭火器，3个防毒面罩，以防万一。火灾隐患解除了，你以为这些就够了吗？还差得远呢。我搞出这么大的动静，肯定会被躲在暗处的那些人注意到，所以装修前我就在房门前挂上遮掩的帘子，就算他们知道我在做准备，也无能为力。再看看现在这些，你以为已经够了吗？怎么可能？房子虽然已经装得固若金汤了，可里面根本没有食物啊！万一那个杀人犯很有耐心，把我一堵上10天半个月怎么办？我吃什么？万一杀人犯断掉了我的水电，我喝什么？还怎么玩平板？给自己打造了个金笼子，再给自己活活饿死或者憋死，最蠢的死法了。200斤大米，200斤面粉，蔬菜、肉类若干，药品也不能少，桶装水也要，以防万一中的万一。我还买了3只芦丁鸡和10几种水养蔬菜，不麻烦送货的工人，我一个人搬回房间，房间里满满当当，我累得满头大汗，但我没有急着躺下，开启金属红外探测仪，把买回来的东西挨个扫了一遍。万一超市里装货的工人或者送货的工人被杀人犯混进去了呢？幸好我一一检查过后，所有东西都是安全的。发电机安在我的次卧，只要我省着点用，还是能供应我的日常需要。我短暂的休息后，继续出门。你以为我房子牢固，食物充足，就彻底安全了吗？还差得远呢。经常看悬疑小说的朋友们应该知道，信号屏蔽器是个非常关键的工具，杀人犯有了它，就能让行凶点成为信息孤舟。所以我特地买了2只卫星电话，等我在门内看够杀人犯的表演，反手就是个报警。另外，这种小说的恐惧大部分来源于武力不足，所以棒球棍、镰刀、防爆盾、防爆叉各1支，这些都是以防万一，不到特殊情况我不会用。所有东西运回家，用检测仪一一测过，我这才放下一半心，找出平板下了几十部电视剧和上千本小说，特别是我爱看的《甄嬛传》，我的另一半心也放下来了。精神食粮少不了，一切收拾妥当，我直接躺在床垫上睡了半天。夜色渐黑，他要来了。意外穿进了门外有杀人犯的小说中，提前知道3天后会有一个连环杀人犯潜入公寓，在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后，很快便来到了第3天的夜晚。依依，你在干嘛？我给你带了你爱吃的小龙虾。这是小说中主人公的好闺蜜，好像叫悠悠。随即一张照片发了过来，悠悠对着镜头卖萌，她的手上还提着一个小龙虾的外卖袋，背景是我家1楼大厅的玻璃门，她还真是煞费苦心。虽然这本短篇小说只更新了一半，但根据前面的剧情，我隐隐能感觉到悠悠她不对劲。因为小说中的主人公很信任她，可就在他们藏在某个小空间躲避杀人犯时，闺蜜的表情忽然变得很诡异。小说到这里戛然而止，我并不能确定她是不是和凶手是一伙的，但这次我穿进来了，倒是可以看看这本小说到底是个什么结局。管它是绿茶还是白莲花，都进不来我的房间，伤不了我分毫。
想到这里，我立马跑去冰箱拿了可乐和水果，做足了看戏的准备。我刚打开监控视频，悠悠的消息又弹了出来。依依，你发现不对劲了吗？照片。这次悠悠发来的是语音，压抑中带着一丝恐惧。好奇心驱使下，我再次打开照片。昏暗的灯光下，悠悠的红唇异常醒目，配上她的大白皮，看上去确实有些瘆人。难道是自己把自己吓到了？我差点笑出声。等等，玻璃上有个人影。我小心翼翼地放大照片，一个穿着楼管衣服的驼背男人显露在反光的玻璃上。我分明看到他意味不明地盯着悠悠，嘴角噙着一抹诡异的笑容。虽然穿进来不久，可我依稀记得楼管是个女人，难道她就是那个杀人犯？我正想得出神时，悠悠又发来了消息：依依，你们楼管把我当成小偷了，你快下来给我解释一下。悠悠带着哭腔，戏份还挺足。我报了你的门牌号，可他不相信我，非得让你下楼来接我。我歪着头看着悠悠的消息一条条顶上来，并没有回复的打算。下一秒，悠悠打来了语音电话，我迟疑了一下，按了接通键。依依啊，你怎么一直不理我？悠悠焦急地开口：刚刚我在洗澡，没看手机。我慢条斯理地回答：老周是你的朋友，麻烦你下楼确认一下。一个阴森低沉的男声突然从电话那端响起。我现在不方便，要不然你先让他回去吧。我嘿嘿一笑，果断挂掉电话。我就想看看接下来悠悠还会掀起什么风浪。果然，他又给我发来消息：依依，你疯了吗？你知不知道他长得有多凶，满嘴臭气，看着我不怀好意的笑。我能想象得出悠悠扭曲愤怒的嘴脸，心满意足地灌了2口可乐。既然这样，你就先回去吧，正好我今天不舒服。悠悠几乎秒回：哎，别呀，我还特意给你带了小龙虾呀。我无奈地吐了吐舌头，他还真是执着。没过一会儿，监控里出现了悠悠的身影，他一路狂奔到门口，用力拍着门板：依依，快把门打开，他马上就追过来了，你救我！尽管他的声音里带着焦急，可脸上却没有一丝恐惧。见我迟迟没有动静，悠悠恼了，咬牙切齿地踹了几下门后，牙呲得更大了，应该是疼的。他的囧样让我笑得前仰后合。就在这时，业主群忽然有人发消息：谁家的敲门声这么大？是要拆家吗？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就是谁这么没有公德心？家里是没人吗？楼管是干什么吃的？也不知道出来制止一下，物业费算是白交了。我正在群里爬楼，悠悠又发来消息：依依，我这样多扰民，业主都在吐槽了。我100%确定悠悠不在业主群里，他怎么知道群里的消息呢？既然你知道扰民，就赶紧离开，门我是肯定不会开的。什么？楼下忽然传来了哒哒哒的声音，非常大，像是有人用力敲打地面。闺蜜更急了，不停地拍打着门板：快开门呀！他真的有问题，我好害怕。群里的吐槽声越来越多，这是要闹哪样？不仅砸门，还敲墙，赤裸裸的搞事情。到底是谁家？出来冒个泡，给大家解释一下。我还等着休息呢。楼管呢？赶紧出来！你要是管不了，就赶紧换人。被敲的是403，我家对面，他应该在家，不知道为什么不开门。401的话音刚落，我成了众矢之的，有人疯狂@我，也有人私信问我出了什么事情，我依旧没有发声。几分钟后，潜水许久的楼管终于发声：对不起大家，是我工作的疏忽，我这就过去解决。楼管的话瞬间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，我松了一口气。你怎么解决？要是再处理不好，我就投诉你。楼管没有再回话，没过一会儿，只是往群里发了一张图片，内容是他手里握着一把带血的刀。可奇怪的是，刀上似乎用什么给包裹了起来。群里瞬间安静了下来。你发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你可别胡来呀！与此同时，哒哒哒的敲击声离我越来越近。依依，他真的来了！你是想害死我吗？你还是不是我的朋友？现在不是了，你要是真害怕，就赶紧离开，万一出了什么事情，我可不负责任。悠悠听了我的话后，脸色铁青，表情越来越扭曲。就在这时，驼背的男人从楼梯的拐角走了出来。意外穿进了门外有杀人犯的小说中，在做了万全的准备后，迎来了第3天的夜晚。现在，杀人犯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进入我的公寓。一只干枯的手掌忽然出现在悠悠的肩膀上，悠悠被吓得惊声尖叫。我捂着嘴看着他的样子，心底不由得暗爽。透过屏幕上，我能看到2个人好像在说些什么，声音很小，透过监控的装置我听不清，而一旁的手机不停地发出消息提示的声音。楼管还能不能管了？刚才就是敲门，现在还有尖叫，这个公寓还能不能住了？谁说不是呢？之前那个楼管大姐就很好，治安也特别好。是呀，
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。我听说是出了什么事，别瞎说，咱们的楼管一直都是安大爷，什么时候有个大姐了？果然没错，这里以前确实是一名大姐在做楼管。我立刻盯紧手机，不想错过任何一个有用的信息。刚才有一个小姑娘迷路了，咱们楼道有些暗，是我突然出现吓到她了。现在已经没事了，天色不早了，大家早些休息。下回你要注意点，不然我们白交物业费了。邻居们晚安。而悠悠也在手机上给我发了2条消息。爷爷，小龙虾我放在门口了，既然你不愿意见我也没关系，但是龙虾记得吃，你是最喜欢吃龙虾的，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是你最好的闺蜜。听着闺蜜做作的声音，我让她赶紧回家。虽然听起来像是和我诀别一般，但我依旧相信自己的判断。我紧盯着聊天记录，此时群里寂静无声。明明之前这个楼管发过拿刀的照片，为什么这个事情被大家忽略了呢？还有，明明楼管是个女人，为什么401说他是男的？难道是为了让我放松警惕？果然小说中说的没错，邻居们也不是什么好人。看了半天戏，我肚子也有些饿了，想了想，我转身去身后准备拿点东西吃。可就在此时，我突然注意到我买了还没来得及吃的维 C 片好像有被打开的痕迹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明明已经对所有物资都做过检查，可我也并没有打开过这个盒子。我赶忙打开了药品，发现里面的药片变成胶囊，于是来到网上寻找这种胶囊的药效，发现这种胶囊竟然是治疗精神类的药物，如果正常人服用的话，会对神经造成不可逆的损伤。看到这，我不禁有些头皮发麻。我检查了一下整个家里，发现根本没有被人侵入的痕迹，但是厨房的刀竟然也少了一把。我猛然翻看手机，这才发现楼管手里的刀正是我家的那一把。为什么他会有我家的刀？我的思绪有些混乱，看着时间慢慢靠近12点。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如此的坚信杀人犯一定会出现，我紧紧盯着监控，可能是这几天的疲惫，也可能是因为精神的高度紧张，困意逐渐袭来。为了精神一点，我来到客厅的桌上拿些咖啡，在准备去冲咖啡的时候，我注意到了桌上杀人犯留给我的字条。下意识间，我再次拿起了纸条，而这次我看着上面的文字，总觉得有些眼熟。文字的一笔一画，它仿佛像是一道闪电击中了我。我立刻拿起一张白纸，在纸上写下了相同的话，一模一样。那个杀手写字和我一模一样。无数的思绪在我的脑海中展开延伸，我好像将一切串联了起来。无数画面忽然渐渐地出现在我的记忆里，而困意如同洪水一般再次向我袭来，而我仿佛也听到了那个声音：你是我最正义的猎物。原来主人公才是那个恶魔，准确地说是他的另一个人格。而闺蜜悠悠、邻居，包括那个男楼管演的这出戏都是为了救主人公。我拼尽全力跑向门口，我应该打开这扇门，这样我才能救出主人公，将这个恶魔绳之以法。门开了，队长，门开了。一睁眼，我离开了杀人犯小说的世界，回想着剧情中的种种，有些感叹，也不知道我的决定有没有影响小说的走向。当我打开小说，发现故事已经到了结尾的地方，只见小说的最后一段写道：女主最后被控制了起来，积极接受治疗。闺蜜悠悠满脸担忧地看着她，女楼管所幸并没有被伤到要害，很快就出院了，但所有人都没有看到，在阴暗处，悠悠又露出了阴沉邪恶的笑容。我怀疑有杀人犯混入了我们这栋楼，而他此刻正在疯狂砸我家的门。楼道的声控灯伴随着砸门声也亮了起来，可我不敢往外看。就在这时，402的小伙通过了我的好友申请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激动的手都在颤抖。终于有人回复我了，便赶忙将今晚的情况大致跟他说了一下，让他别出门，小心一点。402的小赵年纪不大，25、26的样子，平时会晨跑和健身，是个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。这下即使是敌人在暗，我们在明，胜算也大了些。我还告诉他，在我门口的人可能是王叔，我让他千万别出门，只要不出门，等警察来，我们就没事了。可402却慢悠悠回复我一条：什么王叔？他刚刚不是还来我家检查门窗吗？我上来看看。502说门口那人手上是有刀的呀。我怕402上来受到伤害，连忙阻止：哥，别上来，他有刀，你去看看新闻，今晚麻集市发生凶杀案了，凶手到现在还没抓到，很有可能就是门口那人啊。那有点刺激，这不是行走的一等功吗？你放心妹子，我练过的，他有刀，我也有啊，我还正当防卫呢。你别怕，你刚刚不是说502也在家吗？你让他帮我吸引一下注意，我绝对能制服他。平时只觉得402的小赵是个精神小伙，没想到脑子确实挺神经。这种时候，他居然想着上来单挑，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脑回路不太正常的人？你别上来添乱了哥，他现在的目标是我呢，你就在家待着，你别等会儿把自己给搭进去了。可那边再也没了回应，这小子不会已经收拾东西上来了吧？
我赶紧将这件事告诉502，502同我一样，气得连发3个问号。门口的砸门声还在继续，知道有人要上来后，我好像也没那么害怕了，便大着胆子往猫眼方向看去，可没想到竟然不是王叔。门外的人头发凌乱，浑身上下都是血，他是楼下401妹妹的男朋友小斌，他的手上确实拿着一把刀，通红的眼睛一直瞪着我家门的方向，楼道里的灯随着他的动作忽明忽暗，画面看起来很是诡异。在我印象中，小斌是个斯文的男生，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？他身上的那些血是楼下妹妹的吗？难道他就是那个杀人狂？那之前说要上来找我的王叔又去了哪里？就在我胡思乱想时，电梯叮的一声停在了5楼。402的大哥不会神经到直接坐电梯上来的吧？门口的砸门声猛地停了下来，我再次透过猫眼看去，只见小斌慢慢靠近了电梯，电梯门缓缓打开，里面却一个人也没有。就在这时，小斌背后突然窜出一个人影，猛地一脚踢向浑身是血的小斌，两个人迅速扭打在一起。原本说好帮忙的502迟迟没有开门，我担心402会有危险，慌乱地拨打了报警电话，问帽子叔叔为什么还没有来。不好意思，女士，之前我们并没有接到马吉小区的报警电话。502并没有报警，他为什么要说谎？等等，我猛然想起小斌敲我门的眼神，他的眼神不是暴怒，不是杀红了眼，似乎是害怕。他在害怕什么？我看到他们扭打后被扔在了一边的东西，是那把刀。我看得并不清晰，可502究竟是怎么在一片漆黑中看到小斌手里拿着这把小刀的？就在这时，楼梯间闪过一个人影，定睛一看，竟然是502。他不是在家里吗？瞬间，整件事变得清晰起来。王叔半夜收到消息说麻吉市发生恶性杀人案，凶手没抓到，所以接到通知要连夜检查小区内业主的门窗。他是从楼下往楼上开始检查的。最开始他确实检查过301、401、402，然后来到了我家，因为我在洗澡，加上心理恐惧，就没有给他开门。于是他去了502，进入502后，王叔意外地发现对方就是杀人狂，所以被残忍杀害。而后走出来的那个人其实是换上安保衣服的502，他直接去了401。小斌也是在慌乱之中逃到了我门口。我猛地冲出房门，大喊道：“我们都被骗了，502才是凶手！”声音一出，在他们都愣在原地的片刻，我趁机将手中的辣椒水直接喷向了502。就在502看不清的时候，402和小斌也缓过神来，跑上前将502制服。没过多久，帽子叔叔就赶了过来。看到帽子叔叔，想到这一晚的惊心动魄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。怀疑有杀人犯混入了我们这栋楼，他似乎已经盯上我了。你是住在501吧？你在不在家？见我没回，王叔急急忙忙弹了我2个视频，我没有接受。印象里王叔是个有些慢性子的人，可从他刚才的字里行间里，无不透露着一股急切和压迫感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直接回复：对不起王叔，我今天不在家。消息发出去后，王叔那边再也没了回应，总感觉王叔有些不对劲，但我也说不上来。我目前能做的就是提醒邻居们小心那个杀人犯。我在群里发了一个红包。这栋楼里，1楼只住了王叔一家，2楼没住人。301是位养狗的小姐姐，担心扰民，每晚出去遛狗。401是刚念大2的妹妹和她男朋友。402是个热心肠的男子，叫小赵。5楼就是我和对面那个比较宅的男子。6楼未住人。眼看红包已经发出去5分钟了，一个领红包的人都没有，我有些焦急，看了眼时间，马上11点半了。想了想，我还是把业主群里的几个邻居都加了一遍好友，可都没有回应。301的小姐姐这个点应该要遛狗回来了吧？我焦虑地站在窗户边往外望，天空突然划过一道闪电，紧接着响起轰隆隆的雷声，随后豆大的雨滴开始砸落下来。或许301看到了天气预报，所以今晚没有下去遛狗，他很有可能已经睡觉了。我松了口气。下一秒，我的微信响了，又是502发来的好友邀请。你好，我就是想问问，你觉得今晚是不是有点不对劲？他的话让我瞌睡彻底没了，汗毛直立。502，他也发现了异常，我赶紧通过了他的好友请求。然后问他为什么这么说？你今晚有听到3楼的狗叫吗？对哦，我才想起来，301的小狗生性活泼，所以经常半夜听到狗的叫声，这么大的雷声它肯定会狂叫。我仔细回想了一下，今晚确实没听到它的声音，会不会是睡着了？刚才那么大雷和闪电，狗的耳朵很灵敏的，那雷声早该把它吵醒了。所以你是什么意思？他那边显示消息正在输入，许久发过来一句，可能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。听他这么说，我汗毛直立。我想的那个意思，3楼的狗狗它，难道我们这栋楼真的进杀人犯了？又是一道闪电划过，接着是一阵巨大的雷声。雷声过后，紧闭着的窗户中隐约传来2声狗叫，看来又是虚惊一场。我擦了把额头的冷汗。你听，3楼的狗叫了，可能是最开始的雷，没把它吵醒。这会儿它醒了，听到了，但你还是小心一点。我总觉得今晚不对劲，
你检查好门窗关好没？我再观察下，有事跟你联系。好，我回复他。我瞅了眼门口，门是关好了，但还可以更结实一些。我悄悄把桌子挪到门口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细微的呻吟声，有人在我门口。救命！我赶忙透过猫眼看去，可门外一片漆黑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我吓得赶紧给502发消息，我家门口有个人，可我看不见。你家那个位置能帮我看看吗？我吓坏了，打字的手都在颤抖。过了许久，他回我了，确实有一个人趴在你门下，他手上还拿着刀。我从我家猫眼看对面502，除了一团漆黑和一点绿光外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楼道里这么黑，他怎么会看得如此清晰？是王叔吗？没看清楚。我马上报警，你躲进卧室不要出来，把房间门反锁好。我按502的提示刚往后迈了一步，门口突然响起猛烈的砸门声，每一次大力的敲打都像是砸在我心上，我的心咚咚直跳。他到底是谁？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对面楼层的女人了，难道她真的出事儿了？她窗户上的图案又代表什么呢？我是一个失败的小说作家，因为作品销量一直不佳，收入也得不到稳定的保障，被迫我只能搬进了这所廉价的公寓楼。也是偶然的契机，正当我在窗口思索剧情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那个女人，她似乎没有拉窗帘的习惯，略显昏暗的灯光下闪过一个窈窕的身影，窗户里只看到她那修长的手臂将身上的衣服一件件扔在床上，很显然她是要去洗澡。于是我盯着对面无人的房间看了一阵子，那也是一间卧室，只是陈设十分简单，从这里看过去房间里的情况一览无余。一开始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，但时间一长，我也就自然接受了，毕竟我也是女人，就当作是同性之间的互相欣赏吧。某天我再次坐在窗口苦思冥想的时候，熟悉的景象消失了，他今天居然破天荒地拉上了窗帘。我原本以为他终于有了保护隐私的意识了，可1周过去了，我隐隐感觉到了异常，因为这段时间他的窗帘一直没有拉开过，甚至窗台上的衣服也很久没有收回去了。更不对劲的是，今晚我照例在窗口看着对面黑乎乎的楼层发呆，突然我注意到对面阳台的窗户上似乎多了一些图案，那是一个用深红色颜料涂抹上去的，乍一看甚至觉得像是人血，整个图案看上去歪歪扭扭的，毫无章法。这显然是慌乱之中画出的东西，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情急之下，我甚至开窗探出头，换各种角度去看，这才终于有了眉目，一板一眼地念出了2个字幕 SO。 我被自己画吓了一跳，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。他真的出事了吗？我紧张地想拿出手机报警，可转念一想，我又该怎么解释？我偷窥到对面窗户上有一个好像求救信号的图案吗？晚上我辗转反侧，这如果是真的，我怎么能见死不救？经过了一夜的思想斗争，我最终还是决定到他家去看一看。在去的路上，我一直祈祷着，希望这只是虚惊一场。跟随着楼上的邻居，我成功进入了他所在的大楼。我可以进来，那么其他人也可以。这么一想，便越发的相信自己的猜测了。我忐忑地站在房门前，轻轻地敲了几下门，下一秒，门居然被我缓慢地推开了一条细缝，门没锁。我推开了房门，有人吗？喊了几声，依旧没人回应。我缓缓地推开了门，似乎是因为窗帘被拉上的缘故，里面十分昏暗，什么东西都看不清。我咽了一口唾沫，回头看了一眼走廊，在确认无人之后走进了房间。屋里光线昏暗，我明明是来救人的，可却有一种做贼的感觉。我不敢开灯，只能用手机屏幕微弱的光照明。屋子里的地板上凌乱不堪，我一边回忆着通过窗户看到的情况，一边寻找着正确的方向，蹑手蹑脚地摸进了我记忆中的那间卧室。卧室里的情况令人触目惊心，原本整洁的床单变得又脏又皱，床单上还能隐约看到斑斑血迹。难道他真的出事儿了？种种迹象表明，他可能真的出事儿了。我本能地捂住了嘴巴，想着是不是应该先逃离这里，毕竟我多待1秒，危险就多上1分。就在我惶恐不安之际，一阵细微的呼吸声从身后传来，我僵硬地扭过了身子，却没有看到任何人影。下一秒，我几乎是疯了一样逃回了自己家。然而在我开门的瞬间，我发现门口竟然有一张褶皱的纸条，这显然是有人刻意塞进来的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顾不得擦去额头上的冷汗，猛地将纸条摊开，上面写着2个字：快跑！我一脸惊恐地坐在地上，这会是谁塞的纸条？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当下最好的选择就是马上离开这里，然后去报警。可我不知该跟他们怎么说，这听上去就像一个荒唐的故事。我私闯了民宅，还发现了命案，可我却没有任何证据。这种情况令我一筹莫展，虽然我很想救对面的女孩，但是却无能为力，甚至我也可能被凶手盯上了。
我握紧了手中的纸条，如果这个真的是有人故意塞给我的，楼道两端都有监控，那个放下纸条的人一定会被监控拍到。顺着这条思路，我跑到了小区的保安室，利用自己小区业主的身份，成功的看到了监控。我的心跳骤然加速，随即将视频放大、放大再放大。这个人一头波浪卷发，尽管戴着口罩，但还是可以看出此人目光中显露出的疲惫。我一脸惊恐地后退了几步，这不就是住在对面楼的那个女孩吗？怎么会这样？她这不是好好的吗？那她又为什么要在窗帘上留下求救信息？我又回想起床上的血渍，难道杀人的是这个女人？可她为什么又要给我塞纸条呢？整件事变得更加诡异起来，我感觉自己的脑子已经不够用了。我疲惫地回了家，还特意检查了反锁的门。这个地方我可能真的不能待下去了。我紧忙收拾起屋子里的东西，正当我收拾到桌上的电脑时，眼睛的余光无意间扫到了对面楼的女人家。只见她家窗帘忽然被猛地拉开，接着是女人一脸急切的表情。我看到她站在窗前手舞足蹈，似乎是想向我传达什么信息，可声音并不能传这么远，所以我并不知道她在说什么。我看到她不停地用手指着窗户上的图案，还没来得及思考她想要表达的意思，屋外突然传来了敲门的声音。现在可是深夜，谁会在这种时候突然来访？敲门声一阵阵的传来，今天发生的事情太诡异，我始终没敢发出一点声响。我慢慢挪到了门边，透过猫眼看去，那是个看着很普通的男人，只不过胡子拉碴的，皮肤微微泛白，看样子像是许久没有出过门了。下意识间，我再次望向了窗户对面的女人，她依旧一直晃着手臂，再次指了指那个诡异的符号。一瞬间，我似乎想通了一切。505，对面窗户上的图案根本不是求救信号，而是505，那正是我家的房号。那个女孩一直都在提醒我。门外的敲门声已经停止，但我依旧不敢开门，我怕她还是躲在了我家门口。对面的女人是因为某些原因得知了这件事，所以她想着要救我。想明白了一切后，我下意识咽了口水，最终拨通了报警电话。那个男人被抓住了，起初他并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问题，直到找到了对面的女人，经过一番开导之后，他才终于说出了事情经过。原来那个女孩因为不拉窗帘而被男人盯上了，后来又遭受多次伤害与威胁，产生了应激反应，迟迟不敢报警。这些天男人也一直在女孩家里，当然也发现了站在对面观察女孩窗户的我。而我去他家的那天，那个男人其实就在屋内，但因为门是开着的，他不好下手。女孩则是恰好找了个借口，特意跑到我家，留下了纸条，就是想提醒我离开。因为他发现了那个男人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我，即便他不敢报警，他依旧鼓足勇气想来提醒我。最后那个男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而我则经过女孩同意后，把这一切写成了一篇精彩的故事，希望能够被更多像我们一样的独居女孩看到。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的隐私，不要重蹈覆辙。如果有人拿了你老公的电话，说他已经死了，随后又打来了视频电话，你会接吗？那晚我肚子隐隐作痛，到卫生间才发现自己到日子了，但家里没有多余的存货，我便让门外在打游戏的男友帮我去买卫生巾。他应了一声便直接出门了，可是等了很久他都没回来，看了眼时间，已经是半夜了。我不免有些担心，便给他发了个消息过去。怎么还不回来啊？男友很快便回复，你在哪？看到消息的内容我有些困惑，因为这根本不像是男友的语气。你是？他手机在我这儿呢。你是住在马吉小区吗？能说下具体位置吗？我这就给你送过来。看着消息内容，想到男友确实丢三落四，估计是把手机弄丢了。为了确定事情的真实性，我给男友备用机打了电话，可打过去发现一直没人接，但我还是担心对方是坏人，便警惕地给他回复了消息。他现在我联系不上，稍微晚点我再与您联系。不用了。面对这3个字，我有些疑惑，难道对方生气了吗？他再也用不上手机了？什么鬼？这句话让我有些慌神，接着对方的一句话让我突然手脚冰凉，脸色骤变。他已经死了。我还来不及深想，对方直接就给我发来了视频电话，我彻底慌了神，手指开始不停颤抖，却始终不敢按接听键。对方的一系列举动都透露着反常。视频电话再次打来时，我直接挂断。对方见我不接视频，就拼命地给我打电话。此刻我忐忑不安的心跳得越来越快，不敢再往下想了，只能不停地联系男友的另一部手机，祈祷着他能平安。就在我绝望的快要流下眼泪时，另一部手机突然给我发来了消息，我到了。我脑子突然嗡的一下，是谁到了？是男友到了家门口，还是电话那头的人找到了我？我缓了一会儿，出于担心，我还是决定去门口看一眼。我小心翼翼地踢掉了鞋子，光着脚挪到了门口，随后朝着猫眼望去，可昏暗的走廊外面却一个人都没有。突然，半张脸从旁侧伸了过来，
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我，我的冷汗唰地冒了出来，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直接跌倒在地上。我捂住嘴巴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，不停地往屋子里挪。怎么不开门？我到家门口了。此刻我的手冰凉冰凉的，基本确定门口的人就是给我发消息的人。想到这里，我更加恐惧，紧紧咬住嘴唇。没过一会儿，门外就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，我的心又一次提到了嗓子眼儿。婷婷，开门，是我。竟然是男友的声音。我挣扎着从地上坐起来，冲向门口。可当我碰到门把手时，我又犹豫了。这不会又是坏人的诡计吧？我猛地把手抽出来，壮着胆子看向猫眼儿。当我看清男友的脸后，激动得差点跳起来。我赶紧打开门，警惕地四下瞧瞧，然后快速将他拉进屋子，果断反锁了门。你怎么了？男友一脸不解。我用力搂住男友的脖子，带着哭腔讲述了刚才发生的惊险一幕。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手机丢了。怪不得一直有人在给我的手机打电话呢，接了电话又不说话，我觉得很奇怪，后来干脆把手机给静音了。刚才还有一个人一直在鬼鬼祟祟的在门口徘徊，看到我从电梯里面出来，就神色慌张的离开了。经过我俩的分析，男友因为怕麻烦，所以他的手机密码一直设置的4个0，这才让那个坏人直接破解了。至于手机是被偷的还是丢了，就不得而知了。随后我们商量着说，如果这个人再打电话或者发消息来就报警。可是等了许久，那边与我们再也没有了联系。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们干脆在隔天补了一张卡。丢的手机也是老款的，正好换一台新的，也没必要再去找了。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了，可几天后，小区业主群里的一条通知再次让我们紧张了起来。大致的意思就是提醒女性业主夜间出行注意人身安全，因为最近有不少女性业主反映自己被陌生男人尾随的情况，有的家里门把锁被拧，还有的是被人狂按密码锁。随后小区群里又描述了那个人的体貌特征。读完这些内容后，我的手心儿全是汗。男友若有所思地告诉我，那晚看到的应该就是他。难道从那晚开始，他就一直徘徊在小区里，对女性伺机下手？这样想着，我的鸡皮疙瘩又冒了出来。从那之后，我们就匆忙搬了家，后来的事情就不太清楚了。所以大家也一定要留个心眼，我们的手机密码不要设得太简单，不要给坏人有任何可乘之机。